现场按压，现场前诉1个毫克。出去，出去！哎，病人正在抢救。我们是公安局的。公安局也不行。怎么那么倒霉呀？哎，龚倩，那天他上咱们队里让我赶出去了，是不是有事要跟我说呀？我那天就想说你呢，那么毛躁，一点耐心都没有。你那天要是跟他谈了，说不定我们现在已经拿到直接证据了，省多大心呢？我怎么知道他要说什么呀？我看他这胆小鬼样子我就生气。这病的也真是时候，说不定这病里还有鬼呢。等等医生怎么说吧。下去，我去拿。你是刘队长吧？刘振汉，您是？我是汪工。汪工？哎呀，我早就听说你要来。我是受人之托，受苦了啊。不过你的精神倒是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是吗？哎呀，这个地方倒挺好，挺清静。我真是这一辈子都没睡过这么多的觉。刘队长，中国只要还有腐败现象在，就会有反腐败斗争。像你这样的案子，可能还会发生。凡事想开一点。这个我早就想开了。我想，不管结果如何，我就是做一块法治的铺路石，哎，也还是有价值的。我能来给你做辩护，不光是这封介绍信，你要好好感谢你妻子，是她给我上了一课，我才来天都给你做辩护。我们家丽敏是个实在人，说话喜欢直来直去，如果有什么冒犯你的地方，或者说是言差语错的地方，还得请你原谅。没有，他说的挺好的。你写的材料我看了几遍，这个案子我也查了一下，现在有几个情况想跟你澄清。行，你尽管问。找谁呀？哎，你找谁呀？同志，你找谁呀？啊？你怎么？哎，我哪位是王明啊？我是啊。谁啊？我是刘振汉的辩护律师，我叫王工。律师，你好。哎，顾倩，给倒杯水。哎，抽烟吗？时间紧张，咱就不用客气啊。我想了解一些问题啊，尤其是和刘振汉一起办案的几个同志，今天是不是都在？都在。另外，王明，我还请你帮忙，除了办案的几个同志以外，其他的几个人我也想见一见。好，那个看守所的指导人宋伟，我马上就可以联系上。还有击毙张峰的那个武警战士，也可以马上联系。好，尽快约他们和我见面。好，王一斌，打电话约他们。好嘞。那个汪工，我先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李东。你好。这龚倩，小田儿。哎，你好。啊，您身后那是唐文军。哎，您好。抓捕张峰和审讯张峰，我们都在。有什么问题您尽管提。那个宋伟就是这么说的，对吧？对。第2天，肖云柱住进了张峰隔壁的牢房。第3天，张峰就很奇怪，为了刘振汉能早日出狱，汪工走访了众多知情人和参与者，这使他能渐渐接近事情的真相。他也越来越感觉到天都市来自不同方面的无形压力，但是这反而激起了他坚持探究下去的勇气。在刘振汉蒙冤入狱的第3个星期，汪工来到了天都市公安局刑警队，
群情激愤的刑警队员们的陈述，使汪公证实了这件事不是政法委调查的结果那么简单。他明白，要搞清楚整件事的真相，还有相当艰难的一段路要走。但是他有信心，因为汪公已经隐隐意识到，天都市的正义力量早已蓄势待发，他们等待的只是一个公正的机会。与此同时，庞天岳秘密来到了北京，将聂明宇集团一案的材料和刘振汉审理张峰的卷宗交到了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天都市市委书记钱荣宽的手里。至此，刘振汉一案有了转机。我就正在组织身边嘛，我会反映的。你立刻赶回去，咱们的同志不能再受到损失了。是，刘振汉一定要保护起来，不能让他们的黑手再伸向刘振汉。什么？庞天岳上北京了？今天中午，钱书记给我来电话，让我尽量回避刘振汉的案子。你们看，显然是庞天岳带着黑材料去的北京。他还在北京吗？不，他今天早晨已经赶到省厅了。我的一位老战友打电话告诉我说，省厅对庞天岳的汇报很重视，准备连夜召开党委会。崔厅长要组织一个调查组过来，这件事这2天就定了。聂师长，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把刘振汉放了吧？他有没有冤屈再说。这事儿真要是弄大了，大家都不好收场啊。在这个时候你说这种话，这不是害自己吗？这件事就是错，也只能错到底。现在的问题是抓紧时间解决刘振汉的问题，不能再拖了。只要起诉判决，别说省公安厅，就是公安部也无可奈何。聂师长，检察院已经起诉了2次，都被法院退了卷。法院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咱们能不能再议议？还议什么呀？我已经找了石院长，他答应我立刻开庭。老刘，哦，朱所长，哎，别写了，早点休息吧。明天开庭，你可要保持旺盛的精力和清醒的头脑啊。哎，庞局长那儿有消息吗？不知道，但是我想，如果他知道明天开庭的话，他一定会到场的。但愿吧。好，不打扰你了，你歇着吧。嗯。这又是一个不平静的晚上。对于天都市的人们来讲，明天的开庭审判
不光决定着那几个涉及此案的关键人物的命运，更多的是这次庭审结果，也许将会长久地影响着这个城市未来的社会生活以及变化。睡吧，明天对你还是挺重要的。哎，你想好了，真的要去吗？我想最后再去看一看。肃静，请肃静。现在开庭，传被告人刘振汉到庭。刘振汉，出来。刘队，刘队，刘队。你的姓名？刘振汉。出生时间？1956年12月6号。民族？汉。文化程度？高中。综合营发言。本院认为，被告人刘振汉故意杀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第2款之规定，应以故意伤害罪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1条之规定，特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此致天都市人民法院、天都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王大力，2000年10月30日宣读完毕。该开庭了吧？对。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应该不会，我已经做了很细致的安排。那就好，那就好。传证人曹大良到庭。证人的姓名？曹大良。年龄？51岁。你的职业？天都市公安局第1看守所所长。你的证词将负有法律责任，明白吗？明白。你是不是亲眼看到被告人殴打张凤呢？没有。那你怎么证实刘振汉打人事实呢？是我听到审讯室里的惨叫声，每次审讯完，张峰都是本人扶着送回牢房的，他一瘸一拐的走不动路。而且刘振汉还曾单独审讯过张峰，这之后，犯人出于绝望而自杀。
你当时为什么不劝阻、不制止？我怕得罪刘队长。你还有什么要特别说明的吗？没有。请审判长允许我向证人提几个问题。同意。请问证人，张峰在离开审讯室的时候，你扶他了没有？我没扶，是刘队长的人扶他回去的。你说你看见了张峰一瘸一拐，是吗？不仅仅是我看见，好多看守员都看见了。但是我在法医那儿得到的结果是，张峰的2条腿上根本没有伤，他的致命伤是在胸部，是在他走出看守所、越过警戒线的时候，被武警战士开枪击中胸部而毙命的。这怎么能判定是因绝望而自杀呢？公诉人连最起码的尸检报告都没有核查，就贸然起诉，是不是太草率了？请法庭予以关注。请问证人，去年年初，市局是不是给你们看守所预审室安装了闭路监视系统？是。也就是说，按照规定，每次预审的时候都要录像，对不对？对。那么很简单，只要把刘振汉审问张峰那天的录像拿出来，便可以查出事实真相。为什么这么重要的材料没有呈送检察机关呢？那天正好是录像系统出了故障，所以那2天的录像都没有。录像系统坏了，就在刘振汉讯问张峰的当天，市政法委书记陆柏林和市局郭政委正好去你们看守所，到你们监控室看录像，我说对吗？对不起，这个我不知道。不知道？我的问话完了。传下一个证人到庭。请问证人，2000年2月16日夜，你在做什么？2月16日夜，我在站夜间的第2班岗。具体时间？是22点至24点。你在什么时间内看见了犯罪嫌疑人张峰？大约是在将近12点的时候。你采取什么措施了？立即向他发出了警戒令，并且鸣枪示警。你确定犯罪嫌疑人张峰听到你的警戒令了吗？我确定他听到我的警戒令了。也就是说，他听到你的警戒令以后，仍然继续向前走，是吗？是这样的。你确定他越过警戒线了吗？我确定，我就是在他越过警戒线的一瞬间开枪击中了他。你一共开了几枪？3枪。为什么开3枪？头2枪鸣枪示警，最后1枪击中了他。好，我的问题完了。请问证人，你在看守所是什么职务？我是看守所指导员。那么你对看守所的规定和岗位应该是了如指掌。可以这么说吧。从监室到看守所大门口有几道门几道岗？有4道门3道岗，外加一个流动岗哨。那么犯罪嫌疑人张峰怎么会从监室自己独自一人走到看守所门口的呢？这个问题按照常规他是不能一个人走出去的，可是有些特殊情况。什么特殊情况？这个特殊情况。好，我的问题完了。辩护人是否还有访问？
在法庭结束调查之前，本辩护人还有如下几个问题提请法庭查清：一、张峰的同号犯人是哪些？为什么没有这些人的资料？二、是根据看守所内部的管理人员提供的情况表明，就在张峰被关进123号牢房的当天晚上，有一个神秘的犯人被关进了隔壁的牢房，而就在张峰死后的第2天，这个神秘的犯人又被偷偷转移了。我想请法庭查一下这个神秘犯人姓名、身份、去处。3、张峰的尸检报告中发现其口腔及嘴部有损伤，咽喉有充血，胸腔内有粘液，说明他是和别人互相殴打所致。我的委托人既然是逼供，这显然和证人提供的证词不符合。4、张峰的自由出入看守所，到现在没有一个完美的解释，而且说他轻生，也仅仅是因为他身上的一张纸条，这并不能成为我的委托人逼供犯人以至于他轻生的罪行证据。我的问题完了。就在法庭上激烈辩论的时候，毛毛带着天都海关缉私科科长贺清明的检举材料，走进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大楼。他见到了中纪委委员封女士。请主任，来，你好，坐，谢谢。对。怎么样？你的材料可靠吗？这是天都市海关缉私科科长写的。天都市公安局负责这个案件的刑警队长因为得罪了权贵，前几天刚刚被捕。现在天都市的大街小巷都在议论这个事情。哦，好，你的这个材料恰恰补充了天都市市委书记钱明宽递给中央纪委的一份材料。看来天都市的这个案子必须得中央出面解决了。请辩护人发言。审判长、审判员，我的当事人上有70多岁的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幼子，而他却为了我们的安全，时时刻刻面对凶犯的枪口利刃。可是现在，他却坐在被告席上，接受他为之牺牲一切的法律的审判。不知诸位是否读过《门槛》这部名著？作为执法者，就像屠格涅夫笔下的女士，随时准备跨进地狱之门。而我的当事人是一位刑警，他在与妖魔鬼怪做殊死搏杀的同时，也同样还要随时准备着把自己纯洁高尚的灵魂丢进溢满污浊的无底深渊之中，承受着从肉体到灵魂的毁灭。每一个尚有良知的人都应该扪心自问，如何能无愧地面对在被告席上忍辱负重、含垢不阿的我的被告人？他的铮铮铁骨不应该被囚禁在冤狱之中，他的满腔热血也不应该被冷却在被告席上。我希望人民的检察官能维护法律的神圣，有纠正错误的勇气，不要再让悲剧继续上演。如果公诉人不撤诉，我恳求法庭秉公执法，顶住压力，排除权力的干扰，并公开宣布刘振汉无罪，并当庭释放。我的话完了。请肃静。
被告人还有什么话要说？审判长，实话说，我今天站在这个地方，心里很悲哀。我从警校毕业到现在成为一个警官，我的愿望就是要维护好咱们天都市几百万人的幸福与安宁。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够做到。相反，今天我倒成为了一个阶下囚。我不会说什么大话。抛开有罪没罪的争论，我只想说，但愿我的悲哀不要成为天都市几百万人的悲哀。如果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正义最终要战胜邪恶的话，只要我们不要有那种一时之欲、一时之贪、一时之欢、一时之糊涂，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从此不再相信我们。完了。现在休庭10分钟后继续开庭。怎么了？我不敢听了。这个律师挺棒的，我觉得刘队肯定是无罪释放。现在还很难说。聂明宇的妹妹，猫哭耗子。现在继续开庭。法庭调查中得出结论：刘振汉故意伤害一案，事实不清，证据不举。但是，此案因为案情复杂，必须报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后才能做出判决。现在我宣布休庭，将被告人带出法庭。嫂子，你别担心了，刚才法庭上不是说了吗？事实不清，这意思就是刘队是无罪的。无罪，他们干嘛不放人呢？嫂子，他们要面子，你放心，再过2天，刘队肯定回家了。没那么简单。这就是你说的没问题啊！啊，你就是这么给我安排的？这个审判长的胆子也太大了，竟敢违背领导指示，临时变卦，真是不敢让人相信呐！我常跟你说，阴沟里翻船。你看，现在我们落得如此被动的局面，你说怎么办？这个审判长还算聪明，没把事情做绝。您放心，只要没有宣判，我们就有很大的余地。
石院长怎么说？他说马上采取补救措施。我们判决能不能缓几天？不行，你告诉他，就说我说的，晚饭以前必须对刘振汉宣判。省公安厅调查组一来，你我全完。还满意吧？谢谢你，朱所长。别客气，这都是你应该做的。今天在法庭上，王律师的辩护简直是太精彩了，为我们干警出一口气。过瘾，真是太过瘾了。你们的支持，我会铭记在心的。刘队长，其实这事情我都很明白，公道自在人心，任何人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我只要能够出去，我一定会把这个案子给办好，来回报你们的信任和厚爱。其实刘队长，聂市长曾经亲自嘱咐过我要照顾你，我相信一份无罪的判决书很快就会送到的。听说今天下午法院就要来人。是的。看来是真的没希望了。哎，大夫，他就不可能再醒过来了吗？他的脑部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是药物原因所导致的。是哪一种药物呢？暂时还不能分析出来。短时间内他要恢复，恐怕是不大可能了。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植物人？对，他的生命体征存在，但是他已经没有意识了。算了，空天，反正救刘队也指不上他了，回队里吧。谢谢你啊，大夫。哎，李东堂君，到处在找你们呢，才知道你们在贺清明这儿。又出什么事了？检察院来电话了，有坏消息。回队。中华人民共和国天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被告人刘振汉，年龄45岁，目前系天都市刑警大队大队长，在审理犯意中故意殴打刑事犯意，此犯意于2000年2月14日凌晨2点绝望自杀死亡。经法庭调查合议庭审议，充分考虑辩护人意见，现宣判如下：被告人刘振汉犯滥用职权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判处有期徒刑10年，有期徒刑10年，10年之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天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王晓峰。
大家都别难过了。大刘知道你们这么多人来看他，他一定会高兴的。我相信这世界上有公理，不公正的事情不会长久的。我是干不下去了，我想回北京。你回北京干嘛去？你说干嘛去？告状去。对，咱们一起去。我就不信这么多人一起告，就没人管这事儿。就是。你们要是都走了，我也不干了。行了，坐下。咱们是来劝大嫂的，还得听大嫂劝咱们。你们呐，都别嚷嚷好不好？刘队在这边多待一天，就多受一天罪。咱们呢，都全听嫂子的，看她有什么办法。你们要真想救震撼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得找到聂明宇的犯罪证据，那样的话，所有的伪证啊、谎言都会不攻自破的。过2天我得去乡下，我婆婆那边有点事需要人照顾，震撼这边就交给你们了，你们多费心啊。老大，我是来告辞的。刘震撼已经一审判决，我在这儿等没有多大意义。权力一旦失去了约束和监督，太可怕了。一旦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悲剧就不可避免了。我是人大代表，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在人大会上大声呼吁。这个案子纠正不了，后果堪忧。王公，我想要你一句话：这案子往下发展，你打算怎么办？只要不是终审，我就仍然是刘震撼的辩护律师。即使终审宣判他有罪，我也要坚持到最后1分钟，直到正义得到伸张。这一点请你放心。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多大？刘队，你妹妹来看你来了。蕾蕾，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啊？震撼哥，我是替我父亲和明宇哥来向你道歉的。这个和你没关系啊，你一直是我的小妹妹。谢谢你，震撼哥。我很快就要离开天都了。我想，你也该离开这儿了，你得走得越远越好，真的。但是，你得听我一句话。你说。蕾蕾，你一定要回来，真的。你回来以后，你就会看到和那个不一样的天都，真是的，啊。另外，你给我乐观点，不要这么悲观。你看，像我这样处境的人还，是不是啊？也许吧，以后的日子谁也说不清楚。震撼哥，你自己一定要多保重。谢谢你来看我。那我就走。
你不是总能猜透别人的心事吗？你猜一猜，我还会再回来吗？会，一定会。刘振汉清楚，在他给予雷雷希望的同时，雷雷也给了他一种希望。他从王明、局长、朱所长等等这些人身上看到了一种力量，一种无法被邪恶吞噬的正义力量。他决定申诉，无论这样的申诉最终结果如何，这个过程的本身就是他刘振汉与生俱来的抗争精神。他在坚持着，因为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不要屈服。管教，管教。什么事，刘队？经过叫下朱所长，我已叫领车找他。有事，刘队。朱所长，这也是叫领车找你。你说吧。庞局长办公室你认识吧？认识啊，那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常去的。如果你觉得我是被冤枉的话，你就别跟任何人说。你把这个交给庞局长。你放心吧。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刘队。